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雪老师。从云南回来也有几天了，然后呢，我爸妈呢，还有阿姨呢，也都平安的到家了。我和安佑呢，也都已经回到韩国来了。这趟旅行总的来说呢，还是蛮顺利的。然后呢，咱评论区呢有很多粉丝就问说，这个想知道一下我这次去云南旅游的一个整体的花费。这次呢，我们一共旅游是去了7个人，包括我爸、我妈、我，还有一个阿姨，还有助理，还有安安悠悠，一共是7个。怎么说呢？就这趟旅行的话，给安安佑佑还有我们一家人都留下了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。我自己感觉呢，这趟旅游是非常有意义的。首先呢，为这个孩子的姥姥姥爷和孩子之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的机会。然后呢，其次就是安安佑佑的汉语真的是，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。现在在韩国，他都是给我讲汉语。有的时候他给我说这个韩国话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请说中国话。他们呢就会用这个汉语把他们的想法表达出来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一趟旅行非常的值得。其实呢，之前我就一直在网上查，就是去云南旅游的价格是多少钱。因为正值我们走的时候正好是暑假的时候嘛，所以现在这个网上的价格都非常贵。就是我当时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呢，准备出去的时候我也算了一下价格，就是看了一下他们跟团游。跟团游的话呢，没有这么长时间的，我们是连来带去的话，一共是13天。基本上的话，在那个跟团游的话，基本上的话是一个人的话，如果是8夜9天这种的哈，大概就要1万来块钱儿。所以如果我这样算了一下哈，我们这7个人的话，孩子不是也算一个人嘛，对吧？7个人的话，如果要是说跟团游的话，可能得花个7、8万块钱。但是呢，这趟呢，我们总共下来呢，花了大概是5万出头。给大家看一下哈，这个真是不算不知道哈，一算吓一跳。因为太繁琐了哈，所以呢，我就先给大家算一下我们这次的交通费和住宿费以及租车的费用。我们呢是从临沂出发的，然后呢，临沂到那个昆明的那个飞机呢，算下来有点贵，一个人大概是1300多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从青岛出发，青岛那边的话大概是900多还是1000块钱，那个时候1000块钱好像是，加上高铁费的话，反正也是想去青岛玩一玩。我们家去青岛那边的话也比较方便哈，所以呢是从青岛那边走的。差不多的话，这个来回所有的机票费的话，加起来的话，我爸妈，然后我们一起去那个云南，然后我爸妈从云南坐飞机，回到临沂，然后我们坐飞机回到这个韩国，这个价格的话，总共加起来大概是不到2万块钱。我们就按18000块钱来算哈。还有就是这个。住宿呢，我们是因为我们人比较多哈，每次住的话都需要3个房间。我跟安安又住一个房间，然后那个助理和阿姨住一个房间，我爸妈住一个房间。所以呢，我就算了一下，如果是住酒店的话呢，租3个房间还蛮贵的，所以呢，我就租了一些民宿哈。我们租的这个民宿的话呢，差不多算下来的话，可能，我看一下多少钱啊？1块钱差不多吧。总共所有的加起来，大家都知道我们租的那个民宿，就是它是那种上下有好几层的那种嘛，然后3个房间还有4个房间的，所以差不多花起来的话大概是8000多块钱哈。还有就是租车，在昆明嘛，昆明我们租了一辆这个奥迪车，是7天6夜，然后呢我们又租了房车租了大概是5天5晚上吧，差不多哈。房车的这个价格就比那个租那个奥迪车那个价格贵多了哈。奥迪车的话，那个差不多花了1500多块钱。这个房车的话呢是比较贵，房车是5000多块钱。差不多租车这个费用还有加油啊、过路费等等的这些都没算哈。然后就住的这方面呢，就是这个昆明的民宿、大理的民宿、丽江的民宿，还有就是楚雄的酒店，这些我看了一下，大概是一天是3个房间，差不多是不到1000块钱。我们可以按照1000块钱来算的话，差不多就是1万冒头啊。所以刚这些住宿、还有租车、还有这个往返的交通费用，差不多这下就下去了3万5、6千块钱，对吧？还有就是一些门票。
我们景点是去了昆明的滇池，滇池是没有门票的哈。那在那边呢，我们还花了一些就是租的那个小电动车，这个钱都是小钱哈。还有就是门票，去云南的民族村呐，还有这个小人国的门票呀，还有等等等等的哈。其实这趟来说呢，我们就是属于这个主打一个休闲游哈，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的门票哈。门票可能花了，因为阿佑他们现在小哈，不用门票，门票可能花了大概不到2000块钱，还有剩下的呢就是一个吃饭的钱，吃饭加上平常的时候过路就是这些所有的零头的花销，我算了一下哈，大概一天的话，一共我们7个人加上吃饭加上所有的这些就是交通费啊什么所有的7个人的话，一天差不多是花个1000块钱所以这个加起来的话就差不多零花钱的话是1万多块钱。所以呢，这趟下来的话呢，加上我们这些人，一共呢是花了个5万冒头。这总体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蛮值的哈。因为什么？我们如果是跟团游的话，可能就要大概得花个7、8万块钱。因为我们毕竟人多嘛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次我们就是这样自助游，然后一边游一边走的话，差不多花个5万多块钱，还是蛮值的这个。接着呢，我们又去了丽江。丽江是个很美的城市，真的就是那个海拔是2500米哈。然后我们就觉得自己离云彩特别近，真的感觉像人间天堂一样哈。但是呢，我们运气不太好，去的时候呢都在下雨，就是反正在丽江也就是丽江民宿1日游哈，2日丽江民宿3日游，反正就是在云南总体来说哈，云南旅游还是蛮好的。我们也没有去那些什么，就是没有跟旅行社嘛哈。其实现在我知道，现在国内有很多那种低价游的那些旅行社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那低价游的旅行社，比如说几百块钱就去云南，几千块钱就去云南，那个的话可能里面会有很多的猫腻儿哈，他们可能会带着去购物，这些东西呢，我就在视频里也不太好讲。所以呢，就是总体来说，我们家这个花费呢，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哈。其实你想一想，在云南过了这么长时间，加上吃喝住行，还有体验了房车等等，体验了这么多的项目，而且还去了那个露营的营地等等等等，这么多的项目哈，才花了这个不到5万块钱，那差不多就是5万出头，因为我没有具体的算哈，是蛮值的，我觉得。我觉得呢，赚钱的目的就是要给家人一个更好的生活，所以呢，这次我就带着他们去了云南去旅游。小的时候呢，因为我父母工作忙，所以呢，他们没有带我去过很多地方。我小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出过省，就是一直在山东省晃。然后出过最远的一次门是我台湾的舅姥爷，然后到山东来看望我奶奶。所以呢，我那个时候去了一次南京，这是我小的时候唯一的出去旅行的一次机会。其他的时间呢，我出过最远的门就是到济南，其他的都没有出过省。但是没有想到，我后来竟然就到了国外，然后在国外定居下来了。所以呢，我真是觉得人真的是，怎么说呢，有无限的可能吧哈。那你看，像我现在每天努力工作，然后努力生活，在国外努力的打拼，然后就是觉得想给父母一个更好的生活吧哈，包括给孩子。现在有了孩子呢，然后更加有了这种的努力的动力。以前的时候呢，我大概是我2019年的时候就带我妈去过一次欧洲，然后去那次欧洲呢，大概是。那个时候团费不是特别贵哈，团费可能是花了3万来块钱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在那边买了很多东西，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大概是花了有个不到10万块钱，买包啊，还有买手表啊等等的，就去欧洲不买的话，感觉自己都亏了哈。还有就是带我爸妈去过香港啊，还有北京啊等等的，去过好多地方，也带我公婆去过很多地方。你看，我带我公婆去青岛旅游过2次，然后带我公婆去过上海，在上海我们住的是那上海最贵的那个酒店，叫什么酒店？我也忘记了叫什么酒店，就是那个最高的那个，好像是我们当时是住在88楼还是几楼，所以觉得旅行，因为可能小的时候没有去太多的地方旅游吧，所以呢，现在还是蛮喜欢旅游的，但是呢，因为现在有了孩子以后呢，就是不太愿意坐飞机了哈。我自己也去过很多国家，大概我自己去过大概是有30多个国家。
像日本啊，以前的时候一年要去个2、3次，泰国、日本啊，等等这些地方我都去过。但现在有了孩子之后就不喜欢坐飞机了。人家说嘛，有孩子之后就特别怕死，对不对？什么也不怕，就是怕死。主要是自己的责任还没有完成哈。但是呢，现在我想开了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人的生命有限嘛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所以现在我就开始。一周准备去练普拉提，一周练几次，然后运动。现在努力运动，以后呢就努力的去工作和生活。我们主要的这个花销呢都列出来了，希望我们的这个行程还有这个价格呢，可以给一些姐妹们一些参考和帮助。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打出来，然后呢我会一一解答大家。好的，大家再见吧。